男人提着一麻袋的自动步枪过安检，可安检员却疏忽转头接了个电话，恰好将他放了进去。好在空姐把急匆匆赶来的男人拦下，因为飞机刚刚已经过了登机时间。男人连忙发出祈求，他表示这架飞机对他而言非常重要。结果这一幕被边上的马特看到，作为航空公司的顶级 VIP 会员，他绅士地帮男人解围，让空姐行个方便放男人过去。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一热心举动，将导致飞机上的200名乘客陷入一场可怕危机。男人上飞机后向老大汇报了情况，接着淡定将包放进行李架等待行动。然而劫匪的行动还未开始，就被一个小女孩率先发现。她只是上完厕所想找张纸，却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。女孩不安地走回座位，神色慌张的样子被同伴看到，于是她便摊开手掌，上面竟赫然躺着一枚子弹。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，有子弹就意味着可能有枪支在飞机上。他们连忙喊来老师，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。老师瞬间不淡定了，他表示这种情况必须立刻汇报机长，并且不能声张引起恐慌。老师起身找到空姐，表示有话要和她说，但奇怪的是老师只是说有点渴了，要了瓶饮料，就直接朝着头等舱走去。他将子弹交给这里的一个男人，向他汇报了情况。One of our lot left around in the toilet, and some girl found it. We bring it forward. 原来老师竟也是劫匪的成员之一。在示意老大过后，他同意提前开始行动，说着将一顶绿帽子递给他。这顶帽子是个信号，只要劫匪同伴看见他，就知道行动将在5分钟后开始。劫匪同伙收到信号后立刻起身，打开背包拿出里面的武器。时间一到，所有劫匪同时掏出手枪，一下子就控制了3块区域的所有乘客。空姐想要逃往机长室，却也被劫匪老大当场拦下。这群劫匪相当专业，他们要求所有乘客禁止发出声音，并且要挨个收走他们的手机和通讯设备，就连小孩的游戏机也没放过。虽然他们成功挟持了乘客，可好在机长室的门需要从内部打开，劫匪无论如何也进不去。然而当劫匪拿着枪走到机长室门口，机长却激动的要主动给他开门。副机长连忙劝其冷静，开门了整架飞机的人都要完蛋。结果机长直接把他揍了一顿，强行按下了开门按钮。原来这群劫匪早就做过调查，飞机上的金发空姐正是机长的妻子，只要拿她做威胁，机长就不得不将舱门给打开。这下劫匪彻底掌控了局面，可他们绝对想象不到，这架飞机上还有着一名顶级谈判专家。所有人都不敢动的时候，马特却忽然站起了身，他主动来到劫匪老大面前，却只是为了上交刚才他们漏收的手机。老大都懵了，跑到枪口下竟然只是为了乖乖配合劫匪。马特立刻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，原来他已经帮劫匪分析了局面，200名乘客中有些会安分守己，有些则有可能做出反抗，而他作为一名顶级谈判专家，可以用专业技巧帮助劫匪更好地控制人质。 I don't care about any of those people. I just want to get home to my family. 结果话音刚落，头等舱就有2名乘客对劫匪展开了偷袭，小黑被他们死死勒住脖子，用力砸手臂导致手枪掉落，还走火射出一发子弹，瞬间机舱乱作一团。结果好巧不巧，掉落的手枪到了马特脚边，他直接将其捡起，对准了劫匪老大的脑袋，可下一秒就反转枪身，将其交给了对方。看样子这小子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劫匪，一番操作成功获得了劫匪的信任。而他给劫匪出的第一个点子，就是将机长撤出驾驶舱，因为现在的飞机都是自动驾驶，机长只负责起飞和降落，如果一直留他在驾驶位上，很有可能会偷偷做什么手脚。于是老大立刻听从他的意见，将机长给抓到了头等舱。殊不知这其实才是马特的真正目的，因为在飞机的头等舱显示屏上有着一款海盗小游戏，只要邀请其他座位的人一起游玩，他们就可以在游戏中实现顺畅交流。而马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机长发出了游戏邀请。而在机长的口中，马特得到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劫匪手中的手枪可能是假的。头等舱的一名退伍老兵也这么认为，因为刚才乘客在和劫匪搏斗时，子弹不小心走火射了一把，结果飞机上不仅没有一个乘客受伤，甚至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，并且飞机内外压力也没出现任何变化，这足以说明手枪里可能装的是空包弹。这种子弹只会发出声音而没有实质性伤害，这样他们只要联合众人反抗，就可以利用人数优势制服5名劫匪。小胖想将这个消息传达出去，却被顶级谈判专家马特阻止。越是这种情况，他们越要谨慎。马特提议先让客舱的人寻找下子弹留下的弹头，如果没找到再行动也不迟。说着，小胖按下按钮，叫来劫匪，表示自己肚子不舒服，想要去厕所呕吐。结果劫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。小胖正内心暗喜 Flush the toilet, keep the door open, and if he's bullshitting, he's got himself another problem. 可恶的劫匪要亲眼看他的呕吐，小胖无奈只好进入厕所，硬生生抠自己的喉咙，将今天的午饭全部吐了出来。之后他用笔在纸巾上写下字条，趁着离开的功夫丢在了客舱的走廊上。女人瞬间心领神会，趁着劫匪在和小胖说话，赶紧将纸条拿了过来，
上面写着希望捡到的人在地上寻找弹头，如果一旦没找到，那就打开头顶的阅读灯。女人看完后立刻开始行动，趴在地上仔细挨个座位寻找，结果找得太入神，以至于劫匪走到身后了她都没发现。劫匪愤怒将其抓起，怒斥她在做什么。女人赶紧解释 My glasses. I dropped my glasses. 还好机智的她及时将眼镜放在地上，这才侥幸躲过一劫。马特回头看去，女人在回到座位后直接打开了阅读灯，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客舱里真的没有留下一枚弹头。众人开始商量何时发起反抗，可马特却依旧觉得这样风险太大。此时空少听见他们的对话，便悄悄靠近，告诉他们在飞机起飞不久时，有一名小女孩捡到过劫匪的子弹。这下可太好了，要知道真子弹和空包弹的样子是有区别的。老兵画出2种子弹的样子，图 A 圆投的是真子弹，图 B 尖投的是空包弹。只要将图片交给女孩辨认，他们就能100%确定出劫匪使用的是哪种，行动也就能万无一失。于是空姐向劫匪提议，希望能给飞机的众人分发午餐，毕竟接下来还有5个小时的行程，饥饿可能会让一部分乘客变得暴躁。劫匪思考一番，同意让空姐给每人发1瓶水，稳定他们的情绪。就这样，众人的行动开始。在发到马特的时候，空姐接过他手中的纸条，然后一直到发到女孩面前时，再偷偷将纸张交给她。空少告诉女孩，如果她判断子弹是图 A， 那就什么都不要做，但一旦确认是图 B， 那就一定要打开阅读灯，将这个信息传递出来。女孩打开纸条后仔细思考了一番，果断打开了头顶的阅读灯，假装看起了书。空少过来假惺惺的让他们关灯，白天可不需要阅读灯的辅助，同时也紧张的询问 You sure? Yeah, we're all sure. 这下马特终于可以确定劫匪使用的就是空包弹，于是他立刻开始行动。马特悄悄俯下身子，隐藏身形朝着后客舱靠近。这里的老头是劫匪里年纪最大的，也是最容易制服的。他示意空少离开，然后拿起铁餐盘，直接一个偷袭，将老头砸得昏头转向。老头拿起咖啡壶，砸碎之后当作武器反击，却不料后排的乘客赶来支援，两人一顿联手，成功将其打倒。可等老头再次起身，竟拿起了手枪，而马特却丝毫不慌。You know they're blanks. Go on then. Pull the fucking trigger. 在识破劫匪的诡计后，乘客们群起而攻之，分分钟就制服了5名劫匪。可见此情形，一名人质却非常慌张。他快速起身走进卫生间，将头发绑起来后，从包里拿出了一把手枪，然后径直地走向头等舱，直接一枪崩了机长的脑袋，然后迅速进入驾驶舱，并反锁了舱门。原来女人是幕后老大安排的杀手，为的就是在劫匪任务失败时拿着真枪出来收拾残局。劫匪都懵了，杀手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已经被幕后老大抛弃，现在和人质们成了一条船上的人。女人驾驶着飞机不知要往什么方向飞去，众人必须立刻阻止她疯狂的行为。他们翻开女人的背包，在里面发现不少购物小票，这说明女人的身份是一名家庭主妇。谈判专家马特决定利用谈判技巧让她回头是岸。他通过门口的电话呼叫驾驶舱，希望他能好好听自己分析一番。可他什么都还没说，女人就直接扯断电话线，彻底断绝了沟通的可能。与此同时的地面，一个男人看着手机屏幕开心的大笑，上面的航空公司股票正在大幅度下跌。原来光头就是这次的幕后黑手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挟持飞机事件做空航空公司的股票，从而赚到巨额的财富。而他也并不想真的毁掉飞机，只要赚到一定数额就让女人收手。可没想到身后的同伴忽然靠近，直接一枪解决了他。聪明的光头最终还是被贪心反噬，成为了这场游戏的牺牲品。此时的女人已经飞到英国首都上空，可她却迟迟等不到下一步指令。她的女儿现在正在对方手上，没有指令她就只能一直开着飞机，直到燃油耗尽为止。此时乘客们开始躁动不安，纷纷表示要把门砸开，抓出这个可恶的女人。可只有马特淡定在一旁写字，写完后将其对准了摄像头。艾洛迪正是他女儿的名字，这是一个母亲最为柔软的软肋，瞬间让他动摇。马特继续写字，告诉女人在场的所有人同样有家人，希望她做事一定要三思。果然没过一会，女人实在顶不住心理压力，拨打电话给了马特。她对于杀死机长的事情也非常抱歉，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杀人，可是女儿在坏人手上，她不得不这么做。女人摊牌了原来的计划，收到短信后她就会收手，可一旦没有收到，那她将会把飞机撞向首都大楼。马特慌了，他立刻改变谈判策略，郑重地告诉女人一个残酷的真相。按照幕后老大的作风，无论女人是否让飞机坠毁，他的女儿最终都不可能留下活口。而如果他能够改变主意让飞机顺利降落，将可以拯救飞机上其他200个人的家庭，并且他也能活下来。活着才有希望将坏人抓住绳之以法。一番说辞让女人感到深深触动，她很明白马特说的一点错也没有，于是同意将他放进了驾驶舱，辅助自己将飞机降落。两人立刻联系航空总部，汇报了飞机的基本情况。
在总部的指挥下，飞机在燃油耗尽的最后时刻，成功抵达了跑道上空。一顿紧急迫降后，飞机顺利地刹停在了地面。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武装小队也早已准备。就这样，飞机上的所有人都成功得救。高智商的马特终于凭借智慧和勇气解除了这场可怕危机。